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书接上回，许芳菲的口吻很肯定，语气也是很认真的在分析，没有一丝在阴阳怪气或者嘲讽的感觉。和莫方念之前印象里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他脑子飞速运转，选择转移话题，听说这次是你帮了我们，谢谢你。许芳菲有些尴尬，没有，我并没有帮上什么忙，反而还给莫警官添了不少麻烦。莫方念扬眉，话可不是这样说的，我听王泽民说了，如果不是你，赵海参和你们学校的校长不会那么快露出马脚。不过你觉得我哥怎么样？这是审讯经常用的手段，出其不意，见微知著。许芳菲没有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回：莫警官是个好警察。莫方念不解，就这些？莫方念追问：除了好警察呢？就没有点私人的看法？许芳菲疑惑：私人看法重要吗？他这些年和校长还有赵海参虚与委蛇，学了不少兜圈子的话，不会轻易上莫方念的当。不重要，我就是想问你对他有没有感觉。莫方念见套不到他的话，直接开门见山。许芳菲没有丝毫犹豫，脱口而出：没有。病房里声音骤停。莫方念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。许芳菲，莫警官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莫方念尴尬地笑了两声，没有。接着转身出门。未曾想刚进走廊，就和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的莫静渊四目相对。莫静渊明显很低落，眼里翻滚着各式各样莫方念看不懂的情绪，显然是听见了他们的对话。他声音沙哑：你得到了你想要的答案，高兴吗？莫方念也皱了眉：哥，就算我不说什么，你觉得爸和妈会同意吗？莫静渊捏紧了身上的被子：这是我的事情。莫方念还想再劝：哥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莫静渊打断他：你好好休息，赵家村的案子不必再跟了，想想回去怎么跟爸妈交代。我要交代什么？我也是刑警，从我穿上警服开始，就算牺牲也是我的命。莫方念字字坚定：我早就不是需要你们保护的小女孩了，我也可以保护你们，保护别人。两人各有立场，不欢而散。莫静渊闭上疲惫的双眼，思绪深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股充满敌意的目光落在身上，刺得人难以入睡。莫静渊烦躁地睁开眼，就见位西装革履的高大男人站在病床前。他伸出手：好久不见，莫静渊。莫静渊：好久不见，沈直宇。沈直宇见莫静渊没有握手的意思，淡然地收回手。莫警官要是没地方睡，我可以让人给您安排酒店。莫静渊起身：沈总不是被判了5年吗？怎么3年就出来了？沈直宇顿时咬紧了后槽牙，托莫警官的福，立功减刑。莫静渊颔首，抬手拍了他的肩膀：那接下来的日子可要好好做人，别再犯事了。沈直宇勾起嘴角，露出一个冰冷的笑，借莫警官吉言：我是来接菲菲出国的，以后山高水远，莫警官有缘再相逢。沈直宇说完，忍下莫静渊，独自进了许芳菲的病房。许芳菲刚和莫方念见过面，满脑子都是他说的那句你和我哥谈过恋爱，丝毫没注意到进门的沈直宇。
沈知宇站在病床前，轻咳一声：“菲菲。”许芳菲诧异抬头，见到沈知宇后，所有的思绪尽抛脑后，心里只剩和朋友重逢的欣喜。她坐起身：“知宇哥。”沈知宇连忙按住她：“不要乱动，好好躺着。”许芳菲顿住，又躺回到病床上：“你怎么来得这么快？听到你出事了，哪里还能坐得住？”沈知宇担忧地看着他：“先说说你伤哪儿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要远离莫静渊。知宇哥，我也没想过会遇见他。”许芳菲也有些无奈：“我在山区好教书，实在没想到他查案能查到这。”闻言，沈知宇也不再纠缠这件事。他扫过许芳菲手上的伤：“疼不疼？没不没重？”许芳菲轻描淡写：“打了麻药的。”沈知宇一听就知道伤得不轻，他叹息一声：“菲菲，你想出国吗？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想去法国学艺术？我们去法国重新开始好不好？”许芳菲愣了瞬：“怎么好好的，突然说起这些？”沈知宇沉默。许芳菲攥紧了被子：“知宇哥，我确实不想走，但如果你觉得这个国非出不可，我……”此时突然砰的一声，门被人大力推开，骤然打断了许芳菲接下来要说的话。两人闻声望去，莫静渊信步走来：“赵梅的案子，要不要跟我去看看？”许芳菲瞬间直起身体：“去。”沈知宇还没反应过来，莫静渊就将刚买来的长款羽绒服和棉裤放在床上：“穿上。”许芳菲扫过那2件衣服，有些迟疑。莫静渊冷声催促：“快点！”事关自己的学生，许芳菲不想耽搁，直接将棉服套在蓝白相间的病服外面。沈知宇眉头紧皱：“菲菲。”许芳菲动作不停：“知宇哥，赵梅是我的学生，我不能不管她。”所以她快速穿完衣服，却在迈出脚步的那刻，脚踝一疼，是撕裂了之前带着脚镣留下的摩擦伤。眼看许芳菲就要摔倒在地，沈知宇眼疾手快地伸出手想要去接。莫静渊先一步拍开他的手臂，直接将许芳菲拦腰抱起。许芳菲惊呼一声，搂紧了莫静渊的脖子。莫静渊垂眸看他一眼，目光沉沉。沈知宇快步挡住他：“莫警官带着外人去查案，符合规章制度吗？”莫静渊冷嗤一声：“这就不劳沈总费心了。”说完，他越过沈知宇，抱着许芳菲上车。警局的一众兄弟都看直了眼，莫队这是老铁树开花了。这么好看的姑娘，莫队一把就拿下了，真是深藏不露。议论声纷纷扰扰。王泽民知道当年的内情，状若无事地咳嗽2声：“莫队的私事你们也聊，就不怕他家训？”众人面面相觑，立即低下头，继续干自己的事情。许芳菲被莫静渊放在副驾驶，又看着男人，又小心翼翼给他系上安全带。他心跳如雷，甚至连带着脸上都烧红起来，可脑子却下意识阻止自己，不停盘旋着：“你不能喜欢他，你们也不可能在一起。”随着莫静渊的退离，许芳菲上头的情绪缓和不少。两人沉默着，各有所思。莫静渊转动钥匙，点燃发动机：“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吗？”许芳菲有些愣：“什么？哦，赵梅的案子是什么情况？你需要我做些什么？”莫静渊握着反向盘的指骨泛白：“就这些。”
许芳菲疑惑，不方便说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什么私事要问我？比如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比如莫警官这样做，自然有莫警官的道理。许芳菲打断他，你要是想说，该我知道的，我自然会知道。莫静渊眉头一皱，心乱如麻。上车前，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坦白一切的打算，但是听见许芳菲这番论调，他难以遏制地想起之前的那3年。毫无疑问，和许芳菲在一起的那3年，是他最快乐又最煎熬的3年。每当到了深夜，他就会捏紧了警徽，想那上面究竟沾满了多少同僚的鲜血，才让他卧底到这个地步？他怎么能够对许世汉的女儿动心？可无论怎么提醒自己，他依旧越陷越深。爱上一个注定不能爱的人，清醒着沉沦。许芳菲说得对，他不无辜。他用着许世汉剥削来的钱，过着国家99%的人都过不上的生活。他挥金如土，他高高在上。可许世汉做的一切，他终究不知情。自己也确实不该利用他的感情去抓获许世汉，对国家和人民他问心无愧。可对许芳菲呢？他始终是亏欠的，亏欠到午夜梦回都会看见他哭得红肿的双眼，看见他声泪俱下地问为什么。莫静渊偏头扫了眼副驾驶的许芳菲，在心里悄然感叹，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许芳菲觉察到他复杂的视线，别过头看向窗外。就这样沉默着，车也驶进了赵家村。莫静渊在赵成家门外停下，解开安全带下车，绕到副驾驶想要抱许芳菲下车。许芳菲却先一步打开车门，忍着疼下车。他径直越过莫静渊搀扶的手，走进赵成的家门。莫静渊眼底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失落，接着紧跟着许芳菲进门。农村的自建房都是大差不差，只是赵成家的格外简陋，只堪堪用红砖垒砌成2、3间房，什么装修都没有。屋子里也空空荡荡，除了必要的桌子和床，其他一概没有，甚至连房间都只有2间。进门后，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扑鼻而来。许芳菲捂住鼻子往里走，终于在最角落里看见了浑身沾满鲜血的赵梅。许芳菲的心上像是被人狠狠劈了一刀，鲜血不止，疼痛难忍。她没有丝毫犹豫，大步向前，将赵梅搂进怀里。赵梅，是我，是许老师。许芳菲不断抚摸着她的头和背，对不起，是老师来晚了。赵梅愣愣的，黑白分明的眼睛转了转，好久之后才回过神，抓紧许芳菲的衣角。许老师，低软的声音如同重锤砸在她的心上。许芳菲霎时眼眶通红，声音哽咽，老师在。赵梅吸了吸鼻子，泪如雨下。老师，老师，纵使血腥味刺鼻，许芳菲还是搂紧他，想将身上仅有的温度传递过去。赵梅，老师在的。赵梅骤然放声大哭，撕心裂肺的声音让许芳菲也忍不住掉眼泪。莫静渊站在门口，目光沉沉地看着2人的背影，垂在身侧的指骨握得泛青。不出5分钟，赵梅的声音就哭哑了。许芳菲低声哄她，不哭了，老师来了，有什么事情可以和老师说。赵梅抽泣着，头低低埋着，老师，我对不起你，那天赵海参，我都没有帮上你。许芳菲想起那天
赵海参给他灌迷药，赵梅被推到一边。他小心翼翼地掀开赵梅的额前发，你不说我都忘记了，那天你被赵海参推开，有没有受伤？赵梅轻轻摇头，没有。许芳菲舒了口气，轻声开导他，你还小，即使再长也不能怎么样。赵海参人高马大，一个能打你5个。赵梅揪紧了衣服，不讲话。许芳菲看着他，能告诉老师吗？你这一身的血是怎么弄的？赵梅深深垂下头，泪珠一滴接着一滴地落在衣服上，晕开早已干涸的血迹。许芳菲不催他，只是静静地陪着。好久之后，赵梅才再次开口，许老师，你会讨厌我吗？不会。许芳菲坚定的语气给了赵梅一丝丝勇气。莫静渊走到许芳菲身边，神色是说不出的复杂。赵梅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迅速低下头。许老师，许芳菲握住他的手，看向莫静渊，莫警官，你能先出去吗？莫静渊迟疑一瞬，我就在门口，有什么事情就叫我。好，许芳菲应声。直到看着莫静渊的背影出门，赵梅才带着哭腔开口，许老师，是我杀了我爸。许芳菲心中大骇，惊了好久才颤手摸赵梅的头，别害怕。只是这话不知道是安慰别人还是安慰自己。他下意识问，除了我，你有和别人讲过吗？赵梅红着眼摇头，我不敢告诉别人，很多人问我，我害怕。他很贪恋头上这片刻的温暖，却很克制地将头挪开。老师，我身上很脏，你不要沾上了。能跟老师说说，你为什么？许芳菲顿了顿，或者这几天发生了什么？赵梅点头，那天赵老师那样对你，我很害怕，就回了家。我爸他喝了酒，想要对我动手动脚，我不想，我用碗砸了他，他很生气，要动妹妹，妹妹还那么小。赵梅说着，又忍不住开始掉眼泪，我就拿刀砍了他，他晕了过去，我带着妹妹躲到柴房。他咽了咽喉咙，脸上满是惊恐，第2天他就死了。许老师，我会坐牢吗？赵梅紧紧拽住许芳菲的衣角，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许芳菲答不上来，只能说梅梅很诚实，也很勇敢。自从赵成死后，赵梅的精神一直紧绷着，她一直没睡，任由谁哄都没用。现在吐露了心事之后，赵梅反而放松下来。许芳菲哄了几句，她就睡了过去。许芳菲手上有伤，没法把赵梅放到床上，只能压着声音，莫警官。话音刚落，莫静渊就缓步走了进来。许芳菲用眼神示意让他把赵梅抱到床上，莫静渊了然，走近轻松抱起赵梅，放到一旁的床上。许芳菲松了口气，想起身时才发现四肢都发麻痹，僵得使不上劲。莫静渊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窘迫，走到许芳菲面前蹲下，小心翼翼地握住她的腿，轻柔揉捏。男人手上的热度瞬间穿透了棉裤，如春季雨水落在大地上一般，慢慢侵入许芳菲的小腿。许芳菲顿时烧红了脸，抬手想要阻止。莫静渊先一步开口，别动，疏通一下血液，很快就好。或许是他太过于有信服力，许芳菲悻悻收回手，不再乱动。莫静渊垂眸，手上动作井然有序，思绪却飘回到从前。
5年前，他和许芳菲到东南亚旅游的时，遇上动乱，许芳菲替他挡了一刀，在大腿上留下一处10厘米长的伤口。他特意去找中医学了按摩的手法，给许芳菲按腿。当时他还承诺过会无条件答应他一个要求，可后来他却连最告知许芳菲许世汉的近况都做不到。莫警官，不用按了，我好了。许芳菲的声音唤回莫静渊的思绪，他面无表情地收回手，赵梅的口供，还麻烦你帮忙。提起这个，许芳菲起身看了眼床上熟睡的赵梅，莫警官，我们去外面聊聊吧。莫静渊颔首，好。两人走出赵成家门，上车。莫静渊点燃发动机，打开空调，你要问赵梅的事情。许芳菲，对，他讲的话你都听见了吗？赵成是他杀的，他会坐牢吗？莫静渊将座位向后调了些，侧过身看着他，语气肯定，不会。许芳菲诧异不已，他一直以为莫静渊是莫格的执法者，不会有任何私情，没想到他竟然也有这样一面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莫静渊看穿他的想法，赵梅才11岁，在法律上还没到该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。解释起来就是在法律上，12岁以下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。他盗窃也好，杀了赵成也好，都不需要坐牢，主要以教育为主。12岁到14岁就需要承担部分刑事责任，比如抢劫、纵火等比较莫重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，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。等到14岁以上，就需要完全承担刑事责任。这样说，你明白吗？许芳菲没想到莫静渊说了这么多，就是为了给自己解释，一下子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想法。他故作淡然地看向窗外，明白了。意思是赵梅不会坐牢是法律规定，并不是莫静渊心里有情。许芳菲不解，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帮忙问赵梅的口供？为什么一定到让她开口？莫静渊收紧手指，他还小，不该留下这样的阴影。而且莫格来说，赵梅并不是杀死赵成的凶手。什么？许芳菲惊呼出声。莫静渊手指轻点方向盘，赵成的尸体已经验过，根据赵梅刚刚所说的话，大部分都能够被佐证。他望着窗外赵成的门，赵梅的营养不良，身形瘦小，力气太小，赵成背上的浅锐气伤应该是他留下的。赵成晕过去后没多久就醒了，这时有人将他约了出去，应该是以村子的事情作饵。赵成出门之后，接着有人用一把长约20厘米的刀砍了他的后背。许芳菲恍然大悟，所以是这个人杀了赵成。20厘米的话，是菜刀吗？算是他杀了赵成。莫静渊看着许芳菲，眼底闪过一丝欣赏，为什么会觉得是菜刀？许芳菲思索了瞬，20厘米且在村里随处可见，每家每户都有的，只有菜刀啊。聪明。莫静渊弯起嘴角，你成熟了不少。得到肯定的许芳菲心底升起一股雀跃。他摸了摸鼻子，那你又为什么说算是？不是这个约他出去的人杀了他吗？莫静渊皱眉，不一定。还没找到第一现场，我需要更多的物证来证明自己的推测。许芳菲点头，轻轻舒了口气，还好不是赵梅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。莫静渊疑惑皱眉，为什么会这样想？
许芳菲因为知道了就没办法置身事外，坐视不理。话落，莫静渊没再开口。车内的气氛忽然沉了下来，压抑的人有些喘不过气。许芳菲按开车窗，让外面的冷风灌进车里。莫静渊突然开口：“你爸的事情。”许芳菲精神一紧，看向莫静渊。莫静渊顿住，思绪几经变换后又换了话题：“你要跟沈芷雨去国外吗？”什么？许芳菲没想明白，他的话题怎么会跳跃得这么快？莫静渊抹撒手指：“我是说，在国内教书也挺好的。”许芳菲啊了一声，慢慢回过神：“所以莫警官是在邀请我留下来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建设祖国。”莫静渊顾左右而言他。许芳菲觉得有些好笑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是真的。我和芷雨哥还是算了，毕竟我们的过去不太光彩。其实我一开始选择留在这里教书，就是为了替我爸赎罪。我知道他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情，我尽可能去弥补的多一些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也不是坏人，只是一个普通到极致的普通人，和你嘴里建设祖国的人才相差甚远。许芳菲的酒窝浅浅的，倒是莫警官，一定要坚持做自己，人民需要你。莫静渊面无表情地和他对视，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忘了自己，想知道他的变化为什么会这么大，还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拒绝自己，还把场面话说得这么漂亮。可从许芳菲的眼里，他只看见2个字：坦荡。坦荡的原因无非一种，他没有动心，他是真的在考虑要不要离开。莫静渊忽然不想拐弯抹角了，倘若这次再错过，可能他们这辈子也不会再有再见面的机会。为什么要因为那些外界的想法和还未发生的事情担忧？家人不同意又怎么样呢？爱情是自己的，生活也是自己的。想明白的莫静渊豁然开朗，他弯起唇，久违地露出笑容：“许芳菲，我刚刚说的都是违心话，真话是我喜欢你，所以希望你能留下。”莫静渊突如其来的直白让许芳菲瞬间红了脸，他感受到胸腔里如鼓的心跳，感受到自己发烫的耳尖，还感受到一丝抗拒。他知道应该是对莫静渊动心了，可每每生出这样的想法时，脑子里就会响起一道提醒，不断告诫他说：不可以，不可以对莫静渊动心，不可以和他在一起，不可以回忆那段缺失的过去。许芳菲其实大致知道父亲会落网多半和自己有关，但他不敢细想，这个念头一起，心底就会涌上钻心的痛意。我喜欢你是我的事情，虽然我希望你留下，但我还是会尊重你的选择。莫静渊的话拉回许芳菲的思绪，他抬手扇了扇脸上的热风，沉默不语。莫静渊也不再开口，车里又尴尬起来。正当许芳菲觉得坐立难安时，有人敲响了车窗。莫静渊按下窗户，对方看了眼许芳菲，有些踌躇。莫静渊，没事，说吧。莫对，赵梅醒了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安排？莫静渊和许芳菲对视一眼，带回去，先把流程走完，其他的一会儿再安排。收到。那人应声离开。莫静渊和许芳菲下车，再次走进赵成的房子。这次赵梅没有抗拒，只是问许老师：“我还有2个妹妹，我怕。”许芳菲明白赵梅的意思，是担心自己离开，年幼的妹妹无人照顾。
他看向莫静渊，莫静渊也没了办法。一套审讯流程加上来回路程，说什么也要3天。这3天的时间，他确实没有考虑到赵梅2个妹妹该怎么办。许芳菲沉思了瞬，拿出手机拨通沈直宇的电话。片刻后，对方接起，沈直宇温润的声音传来：“菲菲，怎么了？”许芳菲开门见山：“直宇哥，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。”沈直宇，许董生前把你托付给我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不用说帮忙。话落，许芳菲就看见莫静渊沉下来的脸色，他莫名有些心虚，欲盖弥彰地捂住听筒，将赵梅的事情说了。沈直宇了然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办个福利机构，将她们姐妹3人接到机构里，安排人照顾，再资助她们上学，你觉得可以吗？许芳菲喜出望外，当然可以。直宇哥，你太棒了。沈直宇笑问：“那你什么时候忙完回来？”闻言，许芳菲小心回头看了眼脸色沉得发臭的莫静渊，小声回：“等我这个学生的事情忙完，我就回去。”沈直宇叮嘱了几句：“那你要注意身上的伤，千万不要感染或者发炎了。”许芳菲应了几声，挂断电话。有解决的办法了。莫静渊的声音低了几个度。许芳菲不敢去看他的眼神，径直走向赵梅。末了又觉得这样的情绪过于莫名其妙，他和莫静渊萍水相逢，毫无关系，为什么要觉得心虚？他不敢细想，将觉得不对的情绪掰正后，蹲下问赵梅：“我找了人照顾你妹妹，让他们也能读书，你和你妹妹跟我和莫警官一起走好吗？”赵梅顿时红了眼，快速点头：“谢谢，谢谢许老师，谢谢莫警官。”于是许芳菲和莫静渊带着赵梅姐妹一同上车，准备回城镇。几人一路无话，直到抵达医院门口，车辆停下。莫静渊突然开口：“许芳菲，如果没有我，你会和沈直宇在一起吗？”许芳菲开车门的动作顿住，他愣了一瞬，没回答就下了车。沈直宇带着秘书就在医院门口等，见到许芳菲下来，立即伸手去扶她：“伤口怎么样？疼不疼？”许芳菲摇了摇头，脸色不太好。两人并肩站在一起，郎才女貌，宛若天作之合。莫静渊看着在心里建造多年的城墙瞬间塌成废墟，他很想冲下车，狠狠将两人分开，可现实是他并没有资格这样做，于是只能坐在车上，默默捏紧方向盘。车外，沈直玉扫过许芳菲带回来的孩子，吩咐秘书：“这几个孩子就按我交代给你的那样安排，重点是一定要找信得过的人照看。”秘书应声：“是。”许芳菲回神，蹲下摸了摸赵梅的头：“你的妹妹就跟着这个叔叔走，等莫警官把你的事情办完，你就能和他们团圆，好吗？”赵梅听话的点头，还安抚好两个妹妹。只是跟着莫静渊离开之前，他拉住许芳菲的衣角：“许老师，我还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你能不能给我起一个新名字？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。”他指的是谁不言而喻。许芳菲看着赵梅，小孩子的眼神澄澈明亮，他的心软了又软。赵熙意味着曙光和希望，你觉得可以吗？赵梅含着泪点头：“谢谢许老师。”许芳菲抚摸她的头：“别害怕，往前走，
你的路还很长。赵梅露出一个笑容，大大方方地跟着莫静渊走了。许芳菲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心生感慨。沈之宇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，给许芳菲披上，是觉得救人是件很有意义的事。许芳菲，是。这是我支教以来觉得自己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。沈之宇笑了，你倒是越来越像莫静渊了。许芳菲偏头看他，这不好吗？沈之宇像他刚刚抚摸赵梅一样，抚摸了她的头。不是，只要你觉得高兴和快乐，怎么活着都是好的。我和许董也只有这一个愿望，你只管做自己就好，万事都有我。许芳菲眼眶发酸，悄然握紧了沈之宇的手。沈之宇拨正他顶上的碎发，走吧，去找医生看看你的手，不要发炎了。两人进了医院，许芳菲看了伤，重新换了药，躺在病床上沉思。沈之宇替他盖上被子，别多想了，好好休息。许芳菲这才反应过来，疑惑地看向沈之宇，之宇哥，你不是刚出狱吗？怎么又有了秘书？你不会，你想什么呢？沈之宇赶紧打断他，少胡思乱想，这些都是之前留下的干净产业。我进去之前就请了专业的经理人打理，没想到成果还不错。沈之宇有些感叹，我正整理，想着要是不继续留在海城，就全部变卖，拿到资金到法国再重新发展。许芳菲垂眸，之宇哥，你是不是很想离开这里？沈之宇坦然承认，是。许芳菲沉默片刻，几番挣扎之后做出决定，其实也不必卖掉，还是按照之前的，你找专业的经理人打理，我有钱，足够你在法国东山再起了。沈之宇一愣，好一会才回过神，你答应陪我一起去法国了？许芳菲点头，是。沈之宇顿时喜形于色，高兴地说自己的规划。许芳菲专心地听着，时不时和他讨论两句。谁也没注意，在病房门口伫立良久的莫静渊。许芳菲病房外，莫静渊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许芳菲这3年来的行踪调查，所有的一切都没问题，除了那家心理咨询室。他猜测许芳菲是去了那家心理咨询室，然后用特殊的方法做了催眠，忘了他们在一起的那3年。推测出这一切的那刻，他心口一阵绞痛，连呼吸都痛到发颤，甚至不敢去想许芳菲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，再说出你有你的职责，我不怪你，但我也没法再继续爱你后走进这家咨询室。他当时就按捺不住，直奔许芳菲的病房，没成想却在病房门口听见了他和沈之宇的对话。两人对未来规划的讨论声不断透过门缝传来，一切都很好，只是没有自己。莫静渊顿时没了推门而入的勇气。他站在门口，王泽民喊了几次莫队，莫队，他都没反应。王泽民一头雾水，只好伸手去拍莫静渊的肩头。不料莫静渊却突然回过头来，走吧。王泽民顿时被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惊到，一边跟上他的步伐，一边小声嘟囔着怎么颓废的跟失恋了似的。莫静渊没听见，脑子里满是许芳菲即将离开的事情。他满怀心事，干脆将一切安排好，当晚就带着人和案卷回了当地警局，甚至都没和许芳菲说一声。许芳菲觉察到不对的时候，已经是1周后。
沈直宇不想让他的身上留下疤痕，待到伤口开始结痂，就联系了海城的最好的医院，坚持要给许芳菲最好的医疗条件。许芳菲没法反驳，只能任由沈直宇安排。离开城镇的那天，许芳菲在医院门口等了又等，也没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期盼什么，只是想和莫静渊告别的欲望过于强烈，强到让自己久久不能迈出步伐。沈直宇陪着她，也不催促，只说告个别也挺好，免得总是牵肠挂肚地想着。许芳菲没回答。又半个小时过去，天上忽然开始下雨，密密麻麻地洗刷着这座小镇。起初只是淅淅沥沥的小雨，不多时就变成了倾盆大雨，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，打得街边的树枝都低了头。司机按下车窗，探出头来提醒沈总，这雨下得太大了，再不走的话，说不定今天就走不了了。沈直宇看了眼许芳菲，说：“再等等。”不了，直宇哥，我们走吧。许芳菲攥紧手，率先迈出一步，准备上车。偏偏此时，身后传来呼声：“许芳菲，等等！”许芳菲驻足，惊喜回望，却只在转角处看见了莫方念。他眼里的光霎时散去，只剩无尽的怅惘。莫警官，莫方念皱着眉头，上前来递给他一个盒子，这是我哥让我给你的，他忙着查赵家村的案子，没时间来和你道别。许芳菲五味杂陈地接过盒子，赵家村的案子还没查完吗？1周前不是就查得差不多了吗？提起这些事，莫方念就火大。他挥了挥手，别提，就赵家村学校里的那个校长，不知道求了谁，竟然请动了秦淮哥给他做辩护。现在对方咬死，我哥那天救你的时候，对已经被抓捕的校长动了手。我哥他现在已经被停职了。怎么会？许芳菲惊讶不已，她下意识拉住莫方念，怎么会这样？抓捕的路上我一直都在，他根本就没动手，怎么会被停职呢？不行，我必须去帮他。他说着就要往警局走。沈直宇一把将他拉住，菲菲，不要冲动。许芳菲停下，这才想起今天是要和沈直宇回海城的。只是现在莫静渊因为他出事，他实在不能就这样离开。许芳菲心急如焚，直宇哥，要不你先回海城，我过2天再过去。沈直宇面无表情看向莫方念，回去的事情不急，只是你不要先自乱阵脚，不如先问问莫警官，去了能不能帮上忙。许芳菲看向莫方念，莫方念淡然和沈直宇对视，沈总，能不能帮上忙，要等许小姐去了才知道。许小姐，你要去帮我哥吗？许芳菲没有丝毫犹豫，他是因为我被停职，我帮他是应该的。好。莫方念牵住他，跟我走。许芳菲想跟上他的步伐，不想沈直宇没有松手。他面若冰霜，莫警官，你要想好，他只是个普通人。你要是执意将他拉进这场漩涡里，是否能承担起被舆论质问的准备？莫方念毫不畏惧地和他对视，事已至此，他已经在漩涡里，哪儿还有什么置身事外？沈总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你愿意躲起来安享太平盛世，也不要阻拦别人选择负重前行。两人说的话七拐八弯，就是不明说。许芳菲不想再继续纠缠，她始终遵从心里的第一想法。
止语歌。莫静渊是因为我才会被问责，那天如果不是他，恐怕我们现在就无法见面了。沈止语眉头紧皱，你想去？许芳菲目光坚定，是，我想去。沈止语只能叹息一声，慢慢松开他的手，我不阻拦你，但是你必须注意安全。好。许芳菲应声将手上的盒子递给沈止语后，跟着莫方念离开。城镇警局，莫静渊被关在紧闭室里，手里不断转着个镜面魔方。王泽民坐在他对面，一脸难色。莫队，您就都说了吧，别让我们底下人难做。莫静渊手指拨弄着魔方，沉默不语。王泽民见他不吃软，猛地拍下桌子，你看看秦淮交上来的校长伤情坚定和证词，每字每句都证明你是暴力出警。你现在说了，说不准还能保住这身警服。莫静渊眼都没抬，自顾自地玩。王泽民见他软硬不吃，干脆挪过灯，对准莫静渊的眼睛。莫队，别怪兄弟不给你面子，我们也是按照吩咐办事。莫静渊淡定地掀起眸子，王泽民，我更好奇，你是按照谁的吩咐？王泽民被他锐利的目光逼得不得不避开视线，只能梗着脖子回，莫队，是你不守规章制度在先。仅只凭校长的一面之词，你就能肯定他身上的伤是我动的手，甚至连别的证人都不问问。什么别的证人？还有什么别的证人？王泽民说着，嘴角勾起笑容。许芳菲和沈止语已经决定离开这里，不会再到这儿来帮你。不料话音还没落下，身后传来剧烈的敲门声。王泽民，你最好给我开门。王泽民脸色微变，还没起身，门就被莫方念一脚踹开。他拉着气喘吁吁的许芳菲，谁说的没证人？证人就在这。许芳菲喘着气，和气定神闲坐着的莫静渊四目相对。啪嗒一声，莫静渊手里的镜面魔方正好复原。他站起身，走到许芳菲面前，你会来，我真的好高兴。许芳菲缓了缓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只听心脏在胸腔内一下接着一下的震动，像春天破土的嫩芽，像夏季的河间，像秋季的麦浪，像入冬的初雪。唯一一个想着案子的莫方念忍不住开口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两个竟然还有心思在这儿调情。调情两个字过于露骨，许芳菲的脸色瞬间爆红。莫静渊挑眉，这事儿急不得，慢慢讲。莫方念白了他一眼，拉着许芳菲坐到王泽民对面，问啊，问问他那天发生了什么，看看能不能证明我哥的清白。王泽民愤愤看了两人一眼，那就请你和莫队先出去。莫方念捏紧了拳头，正要回击他。许芳菲先一步开口，莫警官，我可以，不过说出实情而已。莫方念睨了他一眼，转身出门。莫静渊和他一起倚靠在门外的长廊边，凭着窗眺望外面的雨和这座小城。莫方念伸手去接窗边落下的雨滴，希望这场大雨能够洗刷到这座城里的所有罪恶，让世界上不再出现像赵梅这样的孩子。莫静渊垂着眸，看着门口开始生锈的警徽，还需要更多像你像我这样的人，你的愿望才会实现。莫方念顿了瞬，许芳菲会帮我们吗？毕竟她是许世汉的女儿。莫静渊收回目光，拍了拍莫方念的肩膀，
出身不能说明什么，重要的是当下的做法。念念，哥哥信他。莫方念无奈叹了口气，爱情使人盲目。莫静渊笑了笑，不再开口。半小时后，许芳菲走出禁闭室，王泽民紧跟其后，脸色不善。莫方念立即迎上去问：怎么样？你怎么说的？许芳菲的表情还算轻松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不会。莫静渊应声，他自然地牵起许芳菲的手。我上次吃到一个店的八宝鸭还挺不错的，带你们去尝尝。莫方念眉头紧皱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很饿。莫静渊打断他，你不去算了，我和芳菲去。说罢，他拉着许芳菲往外走。许芳菲的目光落在被莫静渊牵住的手上，他从没想过他和莫静渊会以这样的方式纠缠在一起。手上传来干燥炽热的触感，好似驱散了身上所有的寒意。许芳菲奇怪地感觉自己不仅不抗拒，反而还有点想要握紧莫静渊。半小时后，三人到了店子里，各选了一方坐下。等上菜的时候，许芳菲诸多感慨，她从没想过有一天竟然还能和莫静渊、莫方念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。思索间，莫方念打趣的声音传来：我说哥，许小姐，你们是要手牵着手吃饭吗？许芳菲这才注意到莫静渊还是握着自己，一直没松手。她往后缩了下，想抽出手。莫静渊按住她，牵一路了，现在才害羞，是不是太晚了点？许芳菲羞得说不出话，干脆不开口。等到店家上菜，莫静渊才松开手，细心地给许芳菲布菜。许芳菲看着他的动作，脑海中突然出现一幕熟悉的画面，他瞬间白了脸。莫静渊，我们以前真的是情侣吗？饭桌上顿时沉默下来。莫静渊和莫方念不约而同地变了脸。上次莫静渊得知许芳菲是通过催眠忘记自己后，找了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了莫方念。彼时莫方念还拐着弯地安慰他，忘了那3年不就等于忘了你的背叛，你不是正好可以重新开始。莫静渊开始觉得这是嘲讽，后来想想莫方念说挺有道理。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，往事暗沉不可追，来日光明灿烂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开过，重新开始。莫方念颇为有节奏地在桌上敲击着，大意是：哥，我们怎么说？莫静渊张嘴，话还没说出口，一串手机铃声兀地响起。莫方念和莫静渊对视一眼，同时接起电话。不知对面说了些什么，两人的脸色同时凝重起来。莫静渊接完电话，看着许芳菲，不能吃饭了，有任务。许芳菲还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，心里有些不安，这么紧急。莫静渊颔首，纵使心里放不下许芳菲，却还是不得不离开。我要走了，饭钱已经付过，我在警局边上给你订了酒店，你吃完直接去住下，晚上不要出门。哥，该走了。莫静渊捏紧拳头，转身离开。看着他背影出门的那刻，许芳菲忍不住站起身，注意安全。莫静渊脚步微滞，下一秒就和莫方念一起消失在了雨夜里。突生变故，许芳菲也没了吃饭的心情，匆匆吃了几口，勉强果腹后起身离开。他按照莫静渊的叮嘱，
在警局边上的酒店里住下。下过雨之后，整片天空夜色深沉，脚下的小城像是被无边的黑暗笼罩住，见不到一丝希望和光亮。许芳菲惴惴不安，躺在床上也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一晃过去4天，莫静渊和莫方念没有传来任何消息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。往后再打就直接不在服务区了，两个活生生的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。他到警局里面去问，没有一个人搭理。更甚者甚至说，莫静渊没听过，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。没事到警局来打听个什么？这是你打听消息的地方吗？许芳菲听不到消息，心急如焚。他只能打电话给沈直宇求助，可许家早就不是当初的许家。沈直宇去了海城警局，听得最多的一句就是无可奉告，只有等，只能等。许芳菲讨厌这种无力感，仿佛瞬间回到了几年前，他得知父亲是死刑时的那种绝望。正当走投无路时，一个人忽然出现，拦住许芳菲。他抬头，才发现眼前是位遮住脸的中年男人。男人身高1.8米以上，极具压迫感，周身的气质也不怒自威，不用猜都能知道，他必定常年身居高位。许芳菲从头到尾地打量过他，率先开口：“您找我是有事吗？你不怕我？”中年男人反问。许芳菲摇头：“您是警察，我为什么要怕？”中年男人似是来了兴趣，哦了一声才问：“你从哪里看出来我是警察？”许芳菲跟着莫静渊，多少也学了些东西。您虽然没穿警服，但是您换衣服的时候应该很匆忙，所以没有来得及换皮鞋。如果我没看错，这双鞋是警用皮鞋，我见莫方念和莫静渊穿过。再看您的手指，关节处有后茧，小丫头眼神不错。中年男人打断他，拿下脸上的口罩：“我是警察，也是静渊和方念的爸爸，莫卫国。”许芳菲眼里闪过诧异，接着问：“那您知道莫静渊和莫方念的消息吗？”“别着急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好好聊。”莫卫国戴上口罩，这里不太安全。许芳菲了然，想把莫卫国往莫静渊安排的酒店里面带。莫卫国一把将人拉住：“你住的酒店也不安全，跟着我走。”许芳菲惊愕一秒，立即反应过来，跟上莫卫国的步伐。莫卫国七扭八弯的带着许芳菲上了一辆车。关上车门的那刻，莫卫国开门见山：“静渊和方念出事了，我想你能不能帮我们？”许芳菲的心瞬间被揉作一团，忙问：“出了什么事情？他们人呢？你能帮我吗？”莫卫国不答反问。许芳菲有些无奈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我难道还能拒绝吗？如果你想拒绝的话，我也不会勉强。我答应。许芳菲没有丝毫犹豫。莫卫国终于收起审视的目光，神色柔和又带着凝重：“赵家村的案子你都知道，我就不再赘述。我接下来要说的是这个案子的后续。赵校长被逮捕后，有人请动了秦淮给他做辩护，逼得静渊被停职。起因是静渊通过赵校长查到了另一桩案子，那些被拐卖的女孩。”莫卫国顿了顿，整张脸上都是不忍，除了被卖到偏远的山村，还有一些被送给了海城的富商，被当成玩物消遣。许芳菲难以置信，
脸色都苍白不少。他竟然这么猖獗！他难以遏制地想起被校长带走的那次，昏暗的进室，各式各样的器具。只一瞬，许芳菲后背就浸出了冷汗。所以他们请秦淮做校长的辩护律师，是想让他不再提起这些事。莫卫国颔首：许芳菲，你想我怎么帮你？莫卫国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不想，现在还能反悔？现在还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许芳菲有些疲惫。或许从第一次决定帮助莫静渊开始，他就已经卷进了这场漩涡里，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。莫卫国喟叹：你是个好姑娘，只可惜静渊那小子。许芳菲别过视线，沉默。算了，说回正事。莫卫国又自顾自地拉回话题。1周前，静渊和念念去执行的任务是要渗透到校长的上家，然后卧底进去，将所有的海城卖家一网打尽。可他们出发的第2天，人就失联了。我怀疑他们已经暴露。说着，莫卫国看向许芳菲：我需要你伪装成被拐卖的人，渗入到这个巨大的犯罪集团中，为我们提供消息。这个过程无比凶险，可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，一个不慎或许会丢掉性命。就算这样，你也愿意吗？许芳菲攥紧了手指：能告诉我为什么会选择我吗？莫卫国，从专业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其实可以选择有自保能力的女警，但是女警接受过训练，很多下意识的动作会暴露职业，而你不会。你比我想象的更加担忧静渊和念念，也比我想的要聪明。许芳菲了然：那什么时候出发？莫卫国：现在。许芳菲没道：竟然这么着急，那我可以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吗？我担心我突然消失，他会担心。莫卫国按住他拿手机的手：沈直宇那边，我会替你去说。每耽误一刻，静渊和念念就危险1分。许芳菲只好放下手机。好，两人达成一致。莫卫国带着许芳菲去了极度个隐秘的小宾馆。许芳菲正诧异，进了门才发现小宾馆里别有洞天，到处都是各色的设备，清一色的寸头男警察和齐耳短发女警。还没回神，人就被女警按在座位上，打了一针。许芳菲睁大了眼睛，看着药物被注射器推入血液里。莫卫国解释，这是特定药，增强抵抗力的。他拿起一张芯片，递给许芳菲：定位的芯片，你选个地方，把它藏起来。许芳菲震惊：藏哪儿？皮下。身边的女警回答。许芳菲的瞳孔都放大了：皮下？能藏在皮下？那除了定位还有什么用处？莫卫国：没有，只要你能坚持到他们交易的那天，我们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只是有很大的弊端。女警轻声补充。许芳菲：什么？第一次用，也不知道好不好用，最重要的是芯片不能受损。莫卫国有些无奈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哪里不能受损。许芳菲沉思了瞬：尔后吧，我尽量保护她。闻言，莫卫国和女警对视一眼，都表示可以。不多时，定位芯片就被女警植入耳后。莫卫国大致和他讲了些部署，就让女警把他打扮成了一个都市打工人。任务正式开始。许芳菲按照莫卫国说的，提着老旧的箱子，
到偏远的城中村找了家网红风的小民宿住着。果然住进去没多久，民宿店里的老板娘就以打扫卫生为名，和许芳菲拉近距离，开始套话。她记着女警说的要点，独身且没有稳定联系人的女性是最好下手的目标。许芳菲笑着回答老板娘的问题，前几年爸妈就去世了，哥哥娶了嫂子，聊不来，所以半年前就搬出来了。老板娘听着，先是勾起唇笑，然后似乎意识到不对，一脸同情地握住许芳菲的手，妹子真是个苦命人，一会儿婶子给你夹菜。许芳菲感激地回握她，谢谢您。原本以为老板娘会借着夹菜的事情直接下手，没想到是许芳菲想多了。一直平安无事地住了3天，就在许芳菲以为对方真的没问题时，傍晚下楼，老板娘突然提议：芳菲妹子，我们这临近街角有家八宝鸭特别好吃，婶子今天有事，不能准备晚饭了，你可以去试试。许芳菲笑着点头，好。她应声出门，不曾想刚出门就感觉身后有人在跟着。许芳菲装作没有发现，一直往前走，是不是停下来认路？终于在第3次停下来的时候，嘴巴和鼻子猛然被人捂住。许芳菲还没回神，就晕了过去，被人拖上面包车。这时太阳才刚刚下山，小镇华灯初上，到处都充斥着平静和安宁。只有不知名的角落里，面包车载着晕过去的许芳菲，疾驰进无边的夜色里。许芳菲在醒来时，入目是在赵成家里那种风格的红砖房。房间没有窗户，只有侧方有一扇门，且只有他一个人。他艰难抬手，才发现手脚都被铁链锁住。外面依稀传来交谈声：刀哥，我搞到一个货，绝了，又甜又辣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之前那2个条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条子？许芳菲愣了瞬，才反应过来，他说的是警察。他心脏骤然紧缩，没想到一进来就能知道莫静渊和莫方念的线索。他屏住呼吸，艰难往门口挪，想听到更多消息。刀哥，您放心，那2人关得好好的，我绝对不会把人弄死。许芳菲攥紧手指，想再往前挪，不料腿上的脚镣碰到一旁的铁碗，发出巨大的响声。他呼吸一滞，就听外面的脚步骤然逼近。下一秒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门被人骤然推开。许芳菲脑子里的思绪飞转，此刻再装晕显然已经来不及。他掐紧手指，率先开口：为什么绑我？你们是不是要钱？我有钱，你们放了我，我叫我哥打钱给你。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，生怕露出任何破绽。年纪较小的人一脸兴奋，粗暴地掀开他额前的头发：刀哥，你看我是不是说了，这妞绝对能让那位满意。被叫做刀哥的人长了双鹰眼，锐利的目光落在许芳菲身上，反复要将她看穿。许芳菲害怕的手抖，但还是伸手抓住刀哥的裤腿：刀哥，求您放了我，只要您愿意放了我，让我出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刀哥这才收回目光，漠然地抽出腿：吴子，一会儿带着他让兄弟们尝尝鲜。吴子一脸诧异，可是刀哥，这么好的货。刀哥斜了他一眼：带上我们之前抓到的那2个条子。吴子的眼珠转了一圈，狞笑着点头：得乐哥。
许芳菲满心茫然，不知道该做表情。好在两人也没再管他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许芳菲暂时松了口气，靠在墙上闭目养神。事已至此，只能随机应变，希望老莫警官能觉察到他已经被拐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再次被打开。吴子搓着手走进来，贼笑地抓住许芳菲手腕上的铁链：“走吧，带你长长见识。”许芳菲被扯发疼，只能起身跟着他出门。出了门，许芳菲才看清这里的布置。几个相似的红砖房呈现半弧形分布，红砖房外有不少的哨塔，显然这里就是他们的老巢。看什么看，快走！前面的吴子猛地扯了下铁链，许芳菲吃痛地收回目光。再往前走了几步，他就看见不远处一南一北相对的方向各有一个铁笼。铁笼的宽度和高度都不到1米，被锁住的人只能紧紧蜷缩在里面，时间一长，四肢僵硬，无法伸展，不知道该是怎么样的折磨。许芳菲看着，忽然和铁笼里的人对上视线，他的心顿时像被铁针狠狠刺入，因为铁笼里关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一直以来寻找的莫静渊。许芳菲呼吸都滞住，扣紧了手指，才强迫自己收回目光，看向另一个笼子。另一个笼子里果然锁着莫方念。此刻天色渐晚，已经快要入夜，人贩子们在房子前燃起篝火，喝酒吃肉。为首的刀哥忽然开口：“今天吴子弄来一个绝色美人，我决定不卖了，让众兄弟尝尝鲜。”众人面面相觑后，大声欢呼怪叫起来。许芳菲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，下意识看向莫静渊所在的方向。莫静渊脸上全是伤，他眼眶通红，双手死死握紧铁杆，后槽牙都咬紧了几分。吴子邪笑着率先走到许芳菲面前，伸手去摸她的脸。许芳菲白着脸往瑟缩躲避。吴子脸色一变：“妈的，敢嫌弃老子！”他扬起手，狠狠甩了许芳菲一个耳光。火辣的痛感从脸上传来，许芳菲攥紧了手指，死死咬住下唇，强逼着自己不发出声音。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嗤笑：“垃圾！”吴子脸色骤变，捡起一根棍子，快步走到莫方念面前，狠狠砸在铁笼上：“你再说一次！”刀哥阴翳的眼神在三人面前扫过，最终停在许芳菲身上。“你和这2个警察是一伙的吧？”许芳菲气都不敢喘，只能僵硬摇头。刀哥勾起嘴唇：“不是。”许芳菲屏住呼吸，声轻如蚊吟：“不是。”刀哥一脸狞笑：“那好，这2个警察只能活一个，你选一个。”许芳菲心跳骤停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刀哥抬手捏紧他的下巴：“不敢选，还是舍不得。”许芳菲脸色苍白，思绪乱得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群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想一出是一出，他真的分不清到底哪句说是真话，哪句话是假话。见许芳菲沉默，刀哥脸色一沉，直接扯住他往铁笼边上拖。头皮上传来剧烈的痛感，许芳菲不敢挣扎，顺着他的力道被推倒在铁笼上。他忍不住闷哼一声，捂住刻在铁笼尖锐夹角上的腹部。莫静渊死死咬紧牙关，拳锋捏得发白。刀哥按着许芳菲的头蹲下，选。许芳菲此刻已经无法思考，
咬紧下唇不开口。你不会以为你不选，我就会放过他们吧？刀哥从腰后拿出一把3棱刺刀，敲在莫静渊的指骨上，我只会把他们全部杀掉。说着，他放声大笑。莫静渊双目一紧，一只手快速握住刀哥的手腕，另一只手猛地从笼子里伸出，拽住刀哥的衣领拉向自己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刀的方向被倒转，瞬间没入刀哥的心口。他惊愕地瞪大了双眼，还没来得及出声，就死在了自己的刀下。许芳菲也没过神来，愣愣地看着莫静渊。莫静渊手疾眼快地扶住刀哥，抽出3棱刺，声音嘶哑，钥匙在他身上，拿出来之后扶着他。许芳菲终于回过神，好。他从刀哥的身上摸出钥匙，提给莫静渊。这时，对面的吴子好似觉察到不对，缓步朝着这边走来。刀哥，莫静渊快速打开笼子的锁，在吴子附身的那瞬，将刀抵上他的咽喉。吴子急得大吼大叫：“啊！来人，刀哥！刀哥救命！”欢闹中的人骤然停下，齐刷刷看向这边，反应了好一瞬后，纷纷抄起刀聚拢过来。莫静渊手里的刀划破吴子脖子上皮肤，再喊我就杀了你。吴子立即闭嘴。莫静渊握紧手里的3棱刺，解开铁锁的钥匙。吴子愣了瞬，哆嗦地从裤兜里拿出钥匙。莫静渊看向许芳菲，许芳菲立即接过，快速解开身上的手铐和脚镣。眼看对方的人越围越紧，莫静渊钳住吴子，快速往莫方念的位置走去。许芳菲拿着钥匙为莫方念开锁，莫静渊的刀又紧了些。脖子上的剧烈痛感让吴子惊慌大喊：“救命！警官，您先松手啊！”莫静渊，让他们退开。吴子咽了咽喉咙，大声哭喊着：“你们退开呀！我要是死了，你们谁也别想分到钱。”闻言，紧紧围住这边的人面面相觑，顿了一瞬，后退不少。从笼子里出来的莫方念和莫静渊对视一眼，4人慢慢往寨子出口挪动。莫静渊和莫方念记得很清楚，门口有车，双方对峙着，渐渐靠近车的方向。偏偏此时，咻的一声，从哨塔上射出一支冷箭，径直命中吴子胸口。众人纷纷顿住。人群中有人说了句：“上！”莫静渊反应过来，将吴子丢在地上，和莫方念同时拉起许芳菲，朝着许子狂奔。从许的树木草堆密集，减缓了莫静渊和莫方念的步伐。许芳菲体能跟不上2人，不出片刻就开始气喘吁吁。很快，后面就传来了狗吠。莫静渊脚步一顿，这样跑下去不行，甩不开的。莫方念何尝不知道，可现在除了跑，也已经没了别的办法。许芳菲不想拖他们的后腿，主动提出：“你们走吧。”“不行，不可以。”莫静渊和莫方念异口同声，喝止他接下来要说的话：“分开走。”莫静渊扫了眼四周的情况，或者朝有水的地方走，用水流冲走气味，说不定能够找到一丝生机。找水。莫方念不赞同分开，他们没有通讯工具，唯一的武器就是莫静渊身上那把从刀哥身上抢过来的刀。许芳菲把气喘匀，往水边走吧。莫静渊颔首，在黑暗中分辨出一个大致的方向，
带着两人艰难前行。身后的狗吠声不远不近，始终如影随形。三人在丛许里走了将近1个小时，莫静渊恍然觉察到不对，这些不是在追我们，反而像是在赶我们。莫方念脚步未停，他们想做什么？耗死我们？莫静渊摇头，不是，但具体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他和莫方念自从被困在这里之后，每顿都只能吃一点点，勉强果腹，现在也确实到了极限的边缘。快要找到河流了吗？许芳菲问。他从小娇生惯养，从没有吃过这种苦，完全是强撑着才走到现在。三人的手臂和腿上都留下不少划开的伤痕，许芳菲皮肤嫩，各色的伤痕明显。莫静渊心口紧了紧，他一路都在观察着附近环境，他们早就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。快了，再坚持坚持，他这样安慰着。莫方念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许芳菲摸向耳后，那里放着之前被植入的定位芯片。他咬紧牙关，我来找你们的时候，你们的父亲在我的耳后植入了定位芯片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知道我现在的状况，但他曾经说过，让我在被贩子交易的时候毁掉芯片，他们就会收到信息，快速过来救援。莫静渊在见到许芳菲的时候就猜到了大概，但是没想到这么凶险的任务，父亲竟然会真的选择让许芳菲来。警队里明明有那么多女警，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许芳菲？莫静渊边走边思索，莫方念眼里闪过一抹犹豫之后，开口劝说，毁掉芯片吧，毕竟许小姐已经出来，他们已经没了交易目标，恐怕短时间内不会再交易了。莫静渊驻足，皱眉伸手摸向许芳菲的耳后，只一瞬，他就摸到了那枚芯片。忍忍。莫静渊说完，在黑暗中用3棱锥划开他的皮肤，取出那枚芯片后砸碎。莫方念松了口气，别停，接着走吧。莫静渊牵紧了许芳菲的手，继续朝前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天际渐渐泛白，三人走着走着，莫静渊忽然闻到了海风湿咸的味道。又走了10分钟，外面忽然豁然开朗，一片湛蓝。许芳菲喜极而泣，莫警官，是海。可莫静渊和莫方念却没那么高兴，后面狗吠不止，前方只剩断崖和大海，他们已经走投无路。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静渊，好久不见。”莫静渊、莫方念和许芳菲诧异回头，尽头处站着的竟然是秦淮。悬崖边一片死寂，被背叛的感觉如刀剜进心口。莫静渊牵着许芳菲的手紧了又紧。赵家村的上家竟然是你，秦淮哥。莫方念也没想到是他，瞬间红了眼。秦淮西装革履，身后跟着山寨里的人贩子，人贩子牵着狗，将唯一的退路拦得默默实实。他拿出手帕，擦了擦裤腿上的泥土，意外才对，意外才不枉费我花费了这么心思把你逼到这里。莫静渊眉头紧皱，将莫方念和许芳菲护到身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知法犯法？为什么要背弃信仰？世界上明明那么多条路，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背叛？秦淮知道他在问什么，但是却不想回答。他和莫静渊从小一起长大，家里同是从政出身。原本两人一同选择的警校，
约定好要一起惩奸除恶，为人民服务。可就在秦淮大2那年，父亲因为贪污被查，秦家一朝落魄。秦淮走投无路，无处奔走，找人打听消息，好几次求到墨家，但无论是莫卫国还是莫敬渊，都丝毫没有帮忙的意思。还为了撇清和秦家的关系，你和念念的婚约都是我们这些老头子说的玩笑话，你也别再继续放在心上了。最后是莫卫国亲自逮捕的父亲。秦淮没法再做警察，只能申请转到法学院攻读法律。他勾起唇角，皮笑肉不笑，你知道你有多难搞吗？几次三番毁了我的生意，搞得我很不高兴。我必须除掉你，不仅要杀了你，我还会杀了你最爱的许家小姐，杀了你唯一的妹妹。莫方念眼里含着泪，秦淮哥。莫敬渊咬紧后槽牙，沉默不语，手臂却护紧了身后的人。明明是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时候，许芳菲却诡异的不觉得紧张。她握紧莫敬渊的手臂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就不怕。莫敬渊抿了抿干涩的嘴唇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秦淮打断。许小姐真是心大。秦淮脱下外面的黑色大衣，缓步走到悬崖中央。许小姐，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，如果你杀了莫敬渊，我就放你一条活路。许芳菲眉头一皱，我不会，许小姐。秦淮堵住她的话，不如听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再做决定。莫敬渊艰难地咽了咽喉咙，脸色有些发白。他已经预料到秦淮要说什么做什么，不过杀人诛心而已。可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，因为这或许会是他们最后的生路。当然，秦淮也没给他们阻止的机会。6年前，莫敬渊利用你的感情卧底到许家，你爸是被他亲手送进监狱。我知道许小姐通过催眠忘记了那些痛苦的记忆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莫敬渊这样对你，究竟是因为喜欢，还是说只是愧疚？许芳菲霎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她五味杂陈地看向莫敬渊，是这样吗？秦淮每字每句都说的实话，莫敬渊无从辩驳，也无解释。莫方念有些看不下去，许芳菲，我哥他是念念。不用说。莫敬渊脸色苍白地打断他，在许芳菲满眼受伤的目光中点头。许芳菲顿时双眼通红，蓄满了泪水。她深吸气，挣脱和莫敬渊交握的手。这样决裂的场面让秦淮忍不住放声大笑。许小姐，我刚刚说的话依然有效，只要你现在莫敬渊，我就放你走。许芳菲的恍若被万箭穿过，脑子都快要爆炸。她环顾一周，发现身边的每个人都无比陌生，生活中好像到处都是谎言，都是欺骗。莫敬渊喉结滚了滚，轻声说了句抱歉。不是抱歉抓了许芳菲的父亲，而是抱歉利用了他的感情，或许还抱歉他太晚认清自己，让爱情来得这么迟，辜负了许芳菲，也辜负了自己。事已至此，莫敬渊也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让许芳菲来，因为许芳菲是秦淮选的。纵使父亲不选他，秦淮也会安排别人把许芳菲送过来。那些人贩子也一直都在按照许芳菲的标准在拐卖女孩。那个被叫做刀哥的人应该是知道秦淮的事情，所以才会让许芳菲2选1，以捉弄他们为乐。毕竟
秦淮要的就是让莫静渊感受到众叛亲离的感觉之后再死去。莫静渊捏紧拳头，我任你处置，你放他们走。秦淮嘲讽地勾起嘴角，拿过一边的弩箭对准莫方念，好啊，不如你先给自己一刀。莫静渊握紧手里的30刺，你就这么恨我？就为了那几桩违法的生意？我没时间和你废话，我只数到3，如果你不动手，我就只能先对你的宝贝妹妹下手了。莫静渊脑子飞速运转，额间猛跳，秦淮却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。3、2，好！莫静渊应声，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3棱刺扎入大腿。莫静渊，哥！许芳菲和莫方念同时上前来扶住莫静渊。莫静渊捂住受伤的腿，脸色苍白地抬起头看向秦淮，只要你能放过他们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秦淮脸上的笑容浮于表面，不达眼底，你还是像之前一样冠冕堂皇，装得正义凛然啊！要不是你，许小姐可不会被卷进这场游戏里。莫静渊红着眼，秦淮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恨我？是因为你爸那件事情吗？秦淮脸色骤变，闭嘴！说着，他直接抬起弩箭，对准了许芳菲。顷刻之间，箭矢从旋上飞出，直奔许芳菲心口而来。莫静渊在顾不得腿上的疼，几乎是下意识站起身，拥住许芳菲。在与理性永恒的冲突中，感情从来就没有失过手。砰的一声，许芳菲眼睁睁看着箭矢射进莫静渊的背，紧接而来的是莫静渊胸腔的震动。许芳菲颤着手抬起放在他后背上的双手，手上满是鲜血，把许芳菲的眼睛染得通红。莫静渊，他哽咽着，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。莫方念也泪流满面，哥。莫静渊艰难地滚了滚喉结，咽下满口的血腥。菲菲，以前你问我那3年里有没有说过真话，他咳嗽2声，胸腔里倒上来的血沫溢出嘴角，每一句喜欢你都是真话。许芳菲的心反复被撕开，双眼哭到红肿。别说了，莫静渊，我求你别说了。听着他发颤的尾音，莫静渊勾起嘴角，我们再赌一把好不好？如果我们都能平安回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相爱。许芳菲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莫静渊问，好不好？许芳菲哽咽着，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莫静渊猛地拉过他，快步走到悬崖边。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生路。说着，他用尽力气将许芳菲推了下去。剧烈的失重感传来，许芳菲看着自己离悬崖边越来越远，莫静渊的身影越来越小。在坠入海面时，他仿佛听见了巨大的轰鸣声，看见了莫卫国坐在直升机上来救他们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刺鼻。许芳菲黛眉微皱，耳旁听见沈直宇的声音，医生，他都睡了3个月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醒？沈总，这个我们也说不好，一切都要看徐小姐自己的意识。沈直宇无奈走到许芳菲身边坐下，菲菲，快醒来过来吧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许芳菲掀开沉重的眼皮，声音嘶哑，沈直宇又惊又诧，菲菲，你醒了？我去找医生。许芳菲刚醒，脑子昏昏沉沉，还没回神，沈直宇就风风火火地出去了。
他迷茫地看着雪白的天花板，思绪还停在坠海的那一幕。想了半小时，许芳菲都没分清那天到底是真的看见了直升机，还是自己的幻想。这时，沈直宇带着医生匆忙赶来。许芳菲配合医生做完检查后，抿了抿嘴唇，轻声问：“直宇哥，这是在哪个医院？你是怎么救回我的？”“在海城医院。”“不是我救回的你，是海城警方通知我，你在这里。”沈直宇说着，眼角有些发红，“以后别再做这样危险的事情了，好吗？你知道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吗？你浑身都是伤。”他的声音里满是后怕。“医生说再晚一点儿，你都救不回来了。我答应过徐董会一直照顾你，保护你。你这样让我100年之后有什么脸面去见徐董啊？”沈直宇一向温润，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富翩翩君子的模样。许芳菲从没见他的情绪这么失控过。他艰难地抬起手，勾住沈直宇的尾指：“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知道莫静渊和莫方念的情况吗？”许芳菲太久没有开口讲话，灌了水的声带还没恢复，只能慢慢说：“那天是他们救了我，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平安回来。”提起莫静渊和莫方念，沈直宇的脸色有些不太自然。他思绪转了又转：“他们挺好的，前段时间还来看了你，只是好像又有什么任务，就又走了。平安就好。”许芳菲紧绷的心终于松开。过了会儿，才又问：“那莫静渊，他有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东西？”沈直宇故作茫然：“没有啊。”许芳菲脸上肉眼可见的失落，缓了缓之后闭上眼。沈直宇也不再打扰他，默默地离开病房。冬过春来，时间飞逝，转眼过去了1个月，许芳菲的伤好的差不多。她兴高采烈地出了院，不顾沈直宇的阻拦，直奔海城公安局。进门就看见了王泽民，虽然心里对他还有些芥蒂，但许芳菲还是上前询问：“王警官，方便告诉一下你们莫队，我来找他吗？或者找莫方念也行。”王泽民脸色几经变化，最后支支吾吾地说了句：“对不起啊，许小姐，莫队他去外地出任务了，莫方念调走了。”许芳菲满怀的期望瞬间坠到谷底，她愣了一会儿，才问：“那方便说一下，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吗？”王泽民：“不好意思啊，莫队的事情，上面下了命令，不允许我们跟任何人透露。”王泽民说完，又快速找了个借口：“我还有点事，就先走了。”许芳菲看着他匆匆离开，心里总觉得不安和不对劲，但具体又说不上来。他久等不得，只能先回家。沈直宇看他每日神思恍惚的等，干脆在国际私立学校找了份老师的工作，好分分神。许芳菲答应了，每天照常上班。这天，学校安排班主任带着学生去参观烈士陵园。许芳菲班上的班主任请假，拜托许芳菲代劳。许芳菲应下，带着学生去出发。烈士陵园每年都有在维护，看起来很新，最前面还有一个烈士介绍馆。许芳菲带着学生进门，还没来得及介绍，就如遭雷击，僵在原地。他难以置信，缓步上前，终于看清墙上那张熟悉的脸，角落赫然刻着他的名字：莫静渊。许芳菲霎时心如刀绞，肝肠寸断，他像是被抽干了力气一般，软瘫下去。
此时，一双柔软又带着厚茧的手扶住她，许小姐。许芳菲抬头，定定地看着莫方念、莫警官。他们告诉我，你哥出任务了，这些都是假的，对吗？莫方念眼眶微红，先把你的学生送回去再说。许芳菲缓了缓，给沈直宇打了个电话。不出10分钟，沈直宇就安排人来接替了他的工作。莫方念拉着他在陵园门口坐下。那天我哥把你推下去，我们和秦淮纠缠了一番，我哥身受重伤。等我爸带着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行了。莫方念抿了抿嘴，抬手擦去脸上的泪水。好在所有的案子都解决了，杀死赵成的是赵家村的村民，多人作案，全部被我们抓获。秦淮死了，死前给了我一份名单，迄今为止，名单上的富商和官员全部被捕。王泽民是我们的卧底，停职和审讯都是骗你的，你别怪我们，我哥只是想留下你，这是他唯一的私心。许芳菲哭着摇头，声音断断续续，不怪。莫方念故作轻松，你说我哥算不算死得其所？许芳菲泪流满面，她从没想过那么强的人竟然也会倒下，也从没想过他们会以这种方式离别。那天那个短暂又深刻的拥抱，她现在还记得他怀里的温度和他说的重新开始。莫方念含着泪笑了，你别难过呀。他说他一直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如果有来世，他一定会选择忠于你。死在崇高的热爱里，是我哥的荣耀。莫方念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起身，之前我给你的那个盒子，留着我哥给你的东西，别忘了。说完，他慢慢走出了陵园。许芳菲哭了很久，其实她始终没想起来莫静渊说的那3年里发生了什么。可即便如此，她还是无可救药地再次爱上了他，像是冥冥之中早有注定。唯一可惜的是，那次分别时，自己甚至都没来及说出口不怪和喜欢。许芳菲强撑着起身，回到家，从角落里找出莫静渊之前留下的盒子。他打开，里面是整整一箱子用纸叠出来的爱心，夹角边放着一封信。许芳菲打开，入目是莫静渊笔走龙蛇的字迹：芳菲，展信家。打开这封信的时候，或许你已经远在国外，或许就在我身边。不过无论你在哪，我都想让你知道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虽然是海城公安的精心设计，但当抱住你的那刻，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希望在见面时，我们都是全新的自己。我能够不用再做选择，光明正大的爱你。许芳菲泪如泉涌，将信按进胸口。漫漫余生，或许只剩下这些信代替莫静渊陪着他。全剧终。